1945年，几个苏联小孩把一幅雕刻了美国国徽的艺术品送给了美国大使。美国大使开心地把这幅象征美苏友谊的木雕挂在了办公室。7年后，美国人终于悔恨地发现，这他妈哪是艺术品啊，分明就是个窃听器啊！相当于在冷战开始的几年里，美国佬一直在裸奔。咱老美好歹也是技术大国啊，怎么连个小小的窃听器都发现不了啊？原因就是这玩意儿太先进了，它本身并不需要供电，而是通过外部的辐射微波来通电激活。这就是咱今天的2代身份证或者是门禁卡的技术雏形。而发明这玩意儿的人名叫里昂·特雷门 ，A.K.A. 苏联的炼金术士。列宁去世的时候，特雷门还想着把列宁冷冻起来，等他研究出永生的办法，列宁就能复活了。毕竟对他来说，列宁是一位伯乐。列宁曾邀请他到克里姆林宫来展示他的发明，也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特雷门电琴。这是一个不需要触碰就能发声的神奇乐器。在《生活大爆炸》里，谢耳朵也表演过这种乐器。特雷门电琴的表演给列宁惊呆了，他立刻派特雷门到世界各地巡回演出，展示这项新发明。美国无线电公司看到此情此景，出价10万美元的巨款购买了特雷门版权。但里昂·特雷门其实只拿了一小部分的钱，大部分钱都进入了国库。很多美国人认为特雷门其实是一个间谍，到处宣传新发明只是他掩护身份的幌子。但是吧，这兄弟属实有点惨。从美国返回苏联的时候，他运送了1000公斤的电子设备，他想要在苏联建设一个电子音乐工作室。结果被海关没收了。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，他又被诬告反革命，入狱了8年。不过也有人说是苏联领导太惜才了，所以把特雷门关起来，让他专心搞发明。特雷门的一生都在致力于搞发明，他想把手势、颜色，甚至气味和声音都结合在一起。基于这种思想，他还发明了根据舞蹈动作来发声的装置。如果没有这些发明，可能今天的防盗警报商场感应的自动门都还只是天方夜谭。而那个不需要触碰就能发声的特雷门电琴，点亮了整整一代人的科幻世界。当时苏联并不只有里昂·特雷门，还有一位激进的前卫音乐家，他建议把钢琴都烧掉，鼓励人们抛弃传统的影响了人们数百年的音阶。既然我们的理想是人人当家做主的世界，那音乐也应该享有这种不受音阶限制的民主。他甚至会用绘制的图画来生成声音。其实这种绘制波形来制造声音的办法，正是我们今天听到的大部分音乐里用到的合成器的基本原理。基于这种原理，苏联工程师发明了一台古怪的合成器 ANS。坂本龙一最喜欢的那部电影《索拉里斯星》的配乐就是这台 ANS 合成器做的。不只是苏联，20世纪初几乎到处都是激进的声音。斯特拉文斯基原始野性的芭蕾歌剧《春之祭》，勋伯格的无调性，路易吉·卢索洛的噪音艺术宣言，艺术家们都在打破传统，催促着未来快点到来。科幻电影也在这种背景下被孕育。默片时代里只有极少数的科幻电影。第一部科幻电影是乔治·梅里爱用魔术的小花招拍摄的《幻想登月》的电影。1924年，苏联也拍摄了第一部科幻片《火星女王艾丽塔》。德国电影则用激进的布景设计、奇怪的照明和阴影，还有双重曝光等等视觉效果，来强调影片中主角的心理变化。这种潮流后来被称为德国的表现主义。比如20年代有这样的德国电影《卡里加里博士的小窝》，还有批评人类机械化劳动的科幻电影《大都会》。
美国拍摄的《弗兰肯斯坦：科学怪人》。但科幻电影真正成为一种类型，要到20世纪50年代。这一时期出现的很多科幻片，背景都是外星人来到了地球。一方面是这样就不用考虑空间旅行等等专业的科学知识，另一方面是在地球布景确实比较省钱啦。世界大战刚刚结束，对战争和核武器的恐惧也被投射到当时的科幻电影里。那首当其冲的乐器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操作怪、声音更怪的特雷门电琴。特雷门电琴的声音还被希区柯克用在许多的悬疑片和惊悚片里，来表达主人公的心理变化，这也使得特雷门电琴成为公认的精神病官方乐器。古早的科幻片和今天的科幻片最大的不同，就是在2战冷战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下，人们把外星人或者机器科技都想象成同样恐怖的东西，也就是人类的敌对方。为了表现这种他者的形象，配乐师总是用一些像特雷门电琴这种的怪乐器，或者用噪音啦、无调性音乐啦、磁带拼贴、改造电路等等办法来制造这种科幻的声音。1956年的《竞技星球》就是最好的例子，它是影史上第一部完全用电子配乐的科幻片。制作配乐的是来自纽约的一对夫妻，他们的好朋友兼老师就是咱创造4分33秒的玄学大师 John Cage。可想而知，这小两口做音乐会啥样。他们通过改装电路或者给磁带反转、倒放、拼接之类的操作来进行音乐实验，就像科学家对小白鼠做实验一样，他们也是通过增加、减少瓦数来给电路施压，把电路折磨致死。电路不堪重负就会发出诡异的尖叫，甚至还会爆炸。但就是这种不怕死的实验精神，才诞生了《竞技星球》这样颠覆传统的配乐。而这种改编磁带或者改编电路来制作音乐的方法，一直延续到了1963年捷克斯洛伐克的电影《宇宙终点之旅》。以及2016年的电影《降临》。你能在许多的科幻电影中听到这些实验激进的声音。在1954年的日本科幻电影《哥斯拉》里，你能听到被变形的低音大提琴的声音，丑陋又恐怖。在1968年的《人猿星球》里，你能听到不和谐的无调性声音。在1979年的电影《疯狂的 Max》里，你能听到无处不在的机械噪音，它们都是20世纪初前卫艺术家声音的回响。60年代，英国推出了著名的科幻剧集《神秘博士》，主题曲、音效都是出自 BBC 无线工作室。通过各种复杂的电路改造声音，《神秘博士》创造了那一代的科幻梦。但科幻和恐怖的搭配依旧没有过时，它已经成为科幻类型片的一项老传统了。比如大卫·柯南伯格的一系列科幻恐怖电影，他与作曲家霍华德·肖长期合作。为了营造出柯南伯格电影里诡异怪诞的感觉，霍华德·肖学习了许多先锋音乐的概念。他还喜欢用爵士乐或者大型的管弦乐团来配对影片需要的感觉。在2000年的电影《入侵脑细胞》里，他用异域的音乐来表现梦幻的内心潜意识。Thank you for the horse. You liked him? Oh, it's beautiful. 当然，我们最熟悉的应该是他为《指环王》系列制作的配乐。
霍华德·肖的一生制作了无数的经典电影配乐，包括但不限于《沉默的羔羊》啦、《七宗罪》啦、《感官游戏》、《飞行家》等等。但我们回头来看，似乎很长一段时间里，科幻片就意味着低俗、小众、恐怖、不近人情。但有一位导演改变了这一切。